上集说到，劳伦特被一群丧尸包围，就在他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达里尔和伊莎及时赶了过来。俩人一边击杀着丧尸，一边寻找着劳伦特的身影。混乱之际，突然出现了2个陌生的男人，他们抱起劳伦特就要离开。达里尔见状，也顾不上身边的丧尸，赶忙追了过去。他先是将距离近的男人丢进了尸群，然后又抓向了第2个。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车里竟然还有一个司机。他刚想把劳伦特拉下来，车子就发动冲了出去。到底是谁绑架了劳伦特？恐怕只有被留下来的2个人知道。还好其中一个男人没被咬到。不多时，俩人便将男人带到了一个仓库，开始审问他的幕后指使之人。伊莎看到男人脖子上戴着一个宗教徽章，猜测对方之前应该也是个信教徒，于是他表明了自己修女的身份，希望能够感化男人，让其交代出是谁绑架了劳伦特。可男人却表现得十分不屑，他非但不配合，还出言侮辱着伊莎。听着男人嘲讽的话，这让伊莎猜到了他们的幕后之人，知道自己过往的人只有前男友奎因。俩人不知道那个混蛋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便再次询问起了男人。可男人依旧硬气，表示自己是什么都不会说的。伊莎见问不出什么，也就放弃了。达里尔一瞅便知道该自己活动活动，他太喜欢这种硬骨头。只见他先是重重的给了男人2拳，然后走到了一旁的架子上，开始挑选着工具，嘴里还自顾自的讲着故事，表示自己之前有个名叫吉米的邻居，那家伙是个小个子，因为身材矮小总是被人欺负，而他的爸爸还是个酒鬼。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吉米收到了一只小猪礼物，小猪和吉米相处得很好，甚至每天都会在学校门口等他放学。One Christmas, his dad says he wants him to kill the piglet. You need it for church dinner. 这2下弩哥拿捏得很有分寸，并没有伤及到男人的要害。捅了2下后，他继续说着刚才的故事，然后一边说着一边动手又捅了3下。Thing is, by Jimmy not trying to hurt the pig, he ends up hurting him worse. Stabbed it in the belly, in the back, in the legs, until it just bled out. And that pig screamed all night long. All the neighbors heard it. No one ever fucked with Jimmy anymore. 男人哪遭受过这个？这个家伙动不动就给自己来2下，就是大象来了也顶不住啊！很快他便交代了出来，表示奎因抓走劳伦特是想让伊莎回到他的身边。在得知了奎因的目的后，达里尔便思量了起来，对方人手不少，想要从正门进去恐怕有些不太可能，最好能问出交易所的其他入口。You think you might want to leave? I'm not sure you want to hear these pigs scream. Stay. 这还是伊莎第一次见到达里尔冷血残忍的样子，心里多少有些发毛。可为了劳伦特，他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只见达里尔丢掉了手上的锥子，然后又拿起了一根钢管，接着他装模作样的走到了男人面前。男人一瞅这架势，赶忙恐慌的表示自己知道一条路，但那条路很危险，自己可以帮他们画一张地图。He knows a way and it's dangerous, but he can draw some map. 达里尔又不是第一天出来混，谨慎的他并不相信什么图纸，直接表示带着男人一起去，这样更有保障。而与此同时，带走劳伦特的确实是奎因的手下。此时孩子正坐在沙发上，品尝着从没吃过的糖果，而奎因则一脸宠溺的看着自己的好大。Do you know who I am? I used to be friends with my aunt, Isabel, and with my mother. That's right. And my father. 奎因很是惊讶，没想到自己的儿子这么聪明，这都能让他猜到。How did you figure that out? Did your auntie ever tell you about your dear old dad? She said my father was brave. He went away to fight the hungry ones. That he was a hero for France. Oh, he's a bit of a stretch. But I did save you from the ones at the tower, didn't I? I didn't see that. 略显尴尬的奎因没有再争论下去，而是表示以后会好好的照顾他，尽力弥补曾经错过的时光，到时候再把伊莎接过来，他们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另一边，达里尔来到了墓地和法卢等人会合。他先是将男人牢牢地绑在了扶梯上，完事才和法卢他们商议起了营救计划。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几人打算分头行动，由希尔维和伊莎去河边找总部的联络人，提前安排好撤离的路线。
而法卢则带着另外几个同伴正面佯攻交易所，把对方的注意力全吸引到前面，这样达里尔才能带着俘虏从另一条通道进到交易所。众人商议好后，便开始了行动。分别前，希尔维和一个小年轻相互叮嘱了一番。很明显，这个小修女恋爱了。这时，伊莎走到了达里尔面前，表示有些话想和弩哥说。而弩哥看了看他，便表示有什么话等完成任务再说吧。说着，便推着俘虏出发了。其实伊莎是想把自己不堪的过往告诉给达里尔，之所以想跟他坦白，是因为他很看重和达里尔的关系。相处了这么多天，他的心里逐渐对达里尔有了一些情愫，而希尔维也是将一切都看在眼里，所以在路上的时候，他还是没忍住开口问了出来。T'as déjà eu des sentiments amoureux depuis que t'as prononcé tes vœux? Ton là avec Daryl. Ce que t'as eu là, c'est de l'inquiétude. Pour lui, pour Laurent. 伊莎并没有将心中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只是借口表示自己有些担心对方而已。希尔维也是看破不说破，他倒是爽快地承认自己恋爱了，表示以后不打算去希望联盟的总部了，未来他只想和男友一直待在一起。伊莎听后也为他感到开心，他知道希尔维从小就没在正常世界生活，现在正是弥补自己的时候。这时，二人已经来到了河边，成功地见到了总部的接头人。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等待达里尔将劳伦特救出，然后走水路前往联盟总部。而交易所这边，奎因已经得到了劳伦特，接下来他想要的就是让伊莎回到他的身边。可在这之前，他得先把碍事的达里尔给搞定。于是奎因便将热内夫人请到了交易所。Is this why you brought me here? To show off your whiskey collection? I brought you here to negotiate for the American. So you have him. What's that worth to you? A stash of weapons? 20 bushels of corn? Oh, could throw in a case of Calvados. Much better. 热内坐到了对面的沙发上，代表着他接受了这次的交易。现在就等奎因开出价码。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奎因并没有要什么物资和武器，而是向他提到了一幅莫奈的画。Queen is a connoisseur. 奎因之所以要这幅收藏品，是因为伊莎在末世前就很喜欢这幅画。在他看来，伊莎并没有改变，用劳伦特和他喜欢的艺术肯定能将其挽回。而热内也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一幅画换达里尔这个人还是蛮划算的。接着他询问起了奎因有没有小男孩劳伦特的消息。奎因当即装蒜地表示还没有，他怎么会把自己的好蛋儿交出去？即便他忌惮热内组织的实力，也不会暴露丝毫。Vous pensez qu'il tiendra parole? Queen est un homme de transaction. Ça règle pas notre problème. On peut pas laisser cet enfant quitter Paris. 热内的命令自然也被一旁的奎因听到，这让他眉头紧皱了起来，搞不懂自己的儿子怎么就被这帮人盯上了。而刚刚的一切也全都被安娜看在了眼里。对于奎因的荒唐，他感到相当的不爽。劳伦特在埃菲尔铁塔的消息还是他透露给奎因的。他本以为奎因会把达里尔和那孩子交易给热内夫人，然后换取大量的物资，却不曾想这个男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挽回伊莎贝尔。醋意大发的他向奎因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可奎因并不在乎他的感受，直接拿出了一把手枪递给了他，让其寸步不离的去保护劳伦特。Babysitter. Will you find the American, huh? I won't have to find him. He's coming to me. 而奎因这家伙确实猜得很准。此时的达里尔在俘虏的带领下，来到了一条水沟，这里有个通往交易所的秘密通道。Come on. What is that? Here's our family. Fucking great. Get in. Come on. 他先是将俘虏给丢了下去，完事自己才稳稳地跳了下来，也不管男人身上的伤势，他拉起对方就往通道里面走去。这条通道又长又暗，俘虏走在前面，时不时的都会害怕的停下脚步。就在俩人走了一段距离后，突然后面传来了丧尸的嘶吼声。趁弩哥回头的时候，男人趁机偷袭了他，随即挣脱了绳子朝前跑去。达里尔暗骂一声，抬腿就追了上去。追了半分钟，男人的惨叫声就传了过来。原来是这倒霉蛋不幸踩中了陷阱。达里尔蹲下身子查看他的伤势，这时身后出现了一大群丧尸，正朝着他们走来。看到这一幕，男人慌张的让达里尔救救他，可弩哥直接趁机问起了路线。A door? Yes, a door, a door. Let's go. Let's go have the bon appetit. No. 腹黑弩哥直接将男人给丢在了地上，然后快速的离去。男人的下场可想而知。与此同时，法卢带着几人已经悄悄地来到了大门口。小青年先是探头看了一眼门口的守卫，见对方毫无察觉后，便点燃了一个小油桶，然后将提前准备好的燃烧瓶拿了出来，准备就绪后，佯攻开始了。
4人的攻势很猛，打得守卫慌乱不已。尽管这样，法卢几人也没打算冲进去，他们的目的只是把声势整起来，然后不断的开火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就行。有了法卢几人的猛攻，达里尔也顺利的潜入到了交易所。看着一群人拿着武器冲了出去，明白肯定是法卢他们的佯攻奏效了。现在交易所几乎没有了守卫，得赶快找到劳伦特将其带走。而门口这边，小青年刚丢出去一个燃烧瓶，就被一颗榴弹打中了大腿。现在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几人准备开始撤离。在离开前，他们将所有能扔的东西全都一股脑的朝着门口丢了过去。等完事后，法卢这才和同伴搀扶起了小年轻，然后朝着外边撤退，剩下的就交给达里尔了。